用显微镜带你发现蚁人3中的那些细节。细节1：征服者康出现在漫威 logo 中，这是漫威第一次将反派展示在 logo 上，在此之前，上面出现的从来都只有那些超级英雄。漫威这次将康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肯定是暗示康在未来有什么大动作，期待康在后续电影中的表现。细节2：影片一开始就提到了洛基第1季，并且还提到了洛基第2季，这可能预示了康在洛基第2季中会占很大的戏份。细节3：电影中蚁人套装已经用上了钢铁侠同款的纳米技术，在霍普变身时，我们可以注意他的影子，随着套装的穿着，他的影子也在跟着变化，这点在蜘蛛侠身上也有所体现，足以可见特效团队的实力。细节4：电影中的凯西凭借颜值也是迷倒一大片猛男，然而他首次出场却是在监狱，那时他刚刚刑满释放，这也刚好对应了他父亲蚁人斯科特朗刚出场时也是刚刚服满刑期被释放。细节5：当皮姆博士一家飞越量子领域时，他们遇到了一所哨兵站，有很多士兵看守这里，并且在旁边还有一幅康的壁画，这表明康已经统治了这里。珍妮特看到这一幕后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才会想着和蚁人凯西两人会合后立马离开这里。细节6：许多人在看到蚁人3的结尾部分之后，认为蚁人最后没有回到正确的时空，而是穿越到了别的平行宇宙，但据我分析，蚁人并没有错误的穿越。首先是墙上的蚁人涂鸦，在结尾的画面中有，而电影开头却没有这个涂鸦。可是这虽然是在同一条街道上，但不能保证这是同一面墙，而且拍摄的角度也不一样。还有就是咖啡店的老板，电影开始时，老板认出了斯科特复仇者的身份，因此为他免单，而结尾却又向斯科特收取了12美元。但实际上，老板已经表明自己搞错了，之前他将蚁人认成了蜘蛛侠，而老板是蜘蛛侠的狂热粉丝，所以才为他免单。Thank you, Spider-Man。所以应该可以确定，斯科特还是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细节7：之所以老板会错把蚁人认成蜘蛛侠，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老眼昏花了，而是因为在蜘蛛侠英雄无归中，奇异博士施法让所有人忘记了蜘蛛侠的真面目，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也体现出了漫威的连续性是多么强。细节8：康对珍妮特说，如果不把我放出去，其他的康就会摧毁多元宇宙。这句话和洛基中遗留之人康说的话一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多元宇宙的相对和平，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目前出现的2个康都是相对正义的。细节9：当斯科特进去概率风暴时，出现了无数个斯科特的选择，而且这些变体还不断分裂，越来越多。后来斯科特试着将核心恢复到正常大小，但他失败了，因为一张皮姆光盘不足以缩小它。就在斯科特坠落的时候，霍普及时出现并抓住了他的手。神奇的是，在他们牵手的瞬间，其他所有的变体都消失了。我猜想可能是这么个原因，当时他们心意是相通的，都只想将这里恢复原状，并且赶快逃离，所以他们不会有别的选择，自然就不会有其他变体的产生。细节10：蚁人3的反派康为征服者康，是来自31世纪的科学家，他不像其他康一样有着强健的体魄或是超能力，只能靠31世纪的科学技术作战。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后会被一群蚂蚁打败，因为这些蚂蚁可不是普通的蚂蚁，这些蚂蚁掉进了某个未知的时空通道，因此他们的时间流速和平常不一样，他们已经在另一条时间线中发展了千年，甚至达到了2级文明。而截止2018年，地球的文明等级仅为0.728级，而设定上康所处的31世纪也才1级文明，自然敌不过2级文明的蚂蚁。